我病重弥留之际，太子亲自赴天山为我采来雪莲做救命的药引。世人都说太子对我情深意重，只是这情深意重的太子，正与我的长姐在侧殿商议我死后是在热孝时成亲，还是再过1年避过风头再入主东宫。殿下，等会儿那药喂下去，妹妹怕是就没几日了。您说，咱们是在她过身后就办婚事如何？热嫂成亲终究名声不好听，那些御史唾沫星子都能淹死人。可人家等不得了吗？这东宫本就该是我的，他站了这么久，臣妾心里委屈。姑知道，那就先过1年，等这阵风头避过去，姑定让你风风光光入主东宫，做姑唯一的太子正妃。若叫人知道我们把灵针花换作雪莲给妹妹治病，要怪就怪他在选妃宴上偷猎了本该属于你的白狐。一个小偷也配做这太子妃之位？这枚双履佩，姑本是赏给猎得白狐之人的彩头，他偷了你的白狐，却没命拿着玉佩。殿下待我真好。妹妹啊，你可别怪姐姐啊，这一切都是你自找的。是梦吗？这梦境如此真实。陛下旨意，今日猎得玉面白狐者，即为太子妃。他到死都不会知道，梦里的一切若有1分是真的，这一箭便不能中。让开，妹妹让开！镇国公府家小姐猎得白狐。果然是镇国公府的姑娘，哀家没看错人。婉婉，到哀家这儿来，哀家这就下旨。一模一样，那个玉佩，那个眼神。回禀太后娘娘，这只白狐并非臣女所猎，是臣女的长姐沈玉嫣所猎。臣女不敢贪此大功，这太子妃之位理应是长姐的。禀太后娘娘，白狐确实是臣女所猎。沈婉婉，以你的剑术，怎么可能失手？你到底在耍什么花招？殿下，难道连你也不信，这白狐是玉嫣凭本事猎到的吗？怎么会？姑只是太意外了。嫣儿，姑竟不知你的剑术何时精进到如此地步，当真让姑刮目相看。婉婉，你先起来，你是镇国公府千娇万宠养大的嫡女，京中名门闺秀，骑射之术，谁能与你拔剑？本宫不明白，你怎么会输？请娘娘恕罪，今日这马不知中了什么邪，入林后竟然惊了风叫，臣女被猛地甩下马绊，左肩撞在了硬石上，整条胳膊如今都使不上力，别说拉弓，连马缰都抓不稳了。竟有此事！长姐射术精湛，抓住战机猎得白狐，婉婉这一局输得心服口服。原来是有伤在身，来人，带婉婉去检查伤势，可别误了身子。哎呦，我的大小姐呀，怎么摔得这么重？这皮肉都烂了，得亏没断了骨头。有劳嬷嬷了。婉婉是镇国公嫡女，更是这京中女子骑射的典范。今日失手，全然是因为坠马受伤的意外。若让旁人觉得沈家嫡女输得莫名其妙，那这比赛便失了公允。不如等婉婉伤好了，再比试一次。再试一次。殿下，我也知道，妹妹是镇国公府尊贵的嫡女，这太子妃的位置本就该是她的，是不是我拼了命猎到的白狐，其实根本不重要。
只要皇后娘娘一句话，最终入主东宫的，终究只会是婉婉吧。这算什么？规矩是事先定好的，谁练到白狐，谁就是太子妃。凭什么沈婉婉伤了就要重塞？就是公平竞争4个字，沈婉婉受伤那是天意，愿赌就得服输。母后，选妃的规矩是父皇御笔钦定，满上京的权贵今日都在这儿看着。既然玉嫣猎得了白狐，按照旨意，这太子妃就必须是她。这太子妃只能是她。皇上金口玉言，岂能因为一场意外就随意更改？儿臣早已心悦玉言，今日借此良机，儿臣愿肯娶沈玉嫣为太子正妃。殿下厚爱，妾身万死难报。蠢货，真是个蠢货！本宫费尽心机为你筹谋，要把镇国公府这尊大佛绑在你身上，你倒好，为了个上不得台面的庶女，自断后路。婉婉，到本宫这儿来。你与燕儿自幼相识，青梅竹马的情分谁也比不了。今日你坠马受伤，没能猎得白狐，本宫这心里比你还不是滋味，真是天意弄人。虽说名分上出了岔子，但本宫绝不委屈你。本宫有意封你为太子侧妃，你意下如何？沈婉婉，母后破格许你侧妃之位，在民间说来，这确实是妾室。但你要搞清楚，你嫁的是皇家，皇家的妾也比普通人家的正妻尊贵100倍。殿下快别说了，妹妹自幼金尊玉贵的养大，性子最是高傲，哪里受得了这种委屈？要不还是我把正妃之位让给妹妹吧，只要能陪在殿下身边，我什么名分都不要的。傻瓜，走，封妃的旨意很快就会传到镇国公府，姑先带你去看看封妃的仪仗和嫁衣，看你喜欢什么花样。请娘娘收回成命，臣女与长姐同出自镇国公府，沈家的女儿绝不可能同时嫁入东宫，侍奉一主。既然如此，本宫也不强求。婉婉，姑知道册封你为侧妃，让你心中不忿，但做人要知足，这个位子是多少人跪着求都求不来的。殿下请自重。玉嫣为了你，在姑面前说尽了漂亮话。她说入主东宫之后，可以让你持掌中副。她性子软，不像你这么有决断。姑会让你只做东宫实权的执掌者，只有你这种精心培养的嫡女，姑才放心。殿下说完了吗？玉嫣说了，等你们入宫后，她可以大度到让你生下子嗣。妹妹别怕，喝了这药便好了。殿下，谁说我要嫁了？沈婉婉，给姑站住！好了，姑知你是在气侧妃这个位分，可你也要适可而止。殿下还有何指教？姑已经为你筹谋好了，只要你现在点头答应姑一个条件，等太子妃入宫3月后，姑便会亲自下旨迎娶你入东宫，给你一个容身之所。殿下还在为白日的事生气？他竟敢拒姑！姑给他侧妃之位也是天大的恩典，他沈婉婉难不成还真把自己当成什么金枝玉叶了？殿下息怒，妹妹自幼被父亲母亲宠坏了，性子是傲了些，只是什么？说。殿下不是一直担心嫣儿入东宫时嫁妆太少会被人看轻吗？妹妹是镇国公府的嫡女，她母亲留下的那些嫁妆和铺子本就是沈家的。若是殿下以储君的身份下一道口谕，让妹妹把她的嫁妆过到嫣儿名下，这样嫣儿能风光体面的抬进东宫，不丢了殿下的脸面。妹妹也能借此知道违逆殿下是要付出代价的。好，让他人进不了东宫，钱也得给姑留下。明日姑便亲自去给他下这个口谕，姑倒要看看这回他还能翻出什么花样。不知殿下驾临，有失远迎。国公夫人不必多礼，姑今日前来是为昨日之事。母亲，嫣儿今日回来，心里实在挂念妹妹。昨日妹妹坠马，伤势可好些了？有劳太子妃挂心，
婉婉的伤已无大碍。姑与母后早已商议妥当，虽你昨日对姑有所顶撞，但姑念在你我青梅竹马的情分上，并不打算计较。这次和玉嫣是为了另一件事。你是镇国公府的嫡女，你母亲当年留给你的嫁妆和铺子，数目多少值多少银子，不必姑说，你自己心里清楚。姑的意思很简单，把你的嫁妆过到玉嫣名下，让她风风光光的抬进东宫。妹妹，姐姐知道你心里有气，姐姐也不瞒你，姐姐虽是太子妃，可庶出的身份摆在那里。若入东宫时嫁妆太少，宫里那些嬷嬷宫女怕是连正眼都不会瞧姐姐一眼。等你过门之后，这些东西自然还归你管，姐妹二人不分彼此。殿下说什么？让我把我母亲留给我的嫁妆全部过在沈玉嫣的名下？妹妹，姐姐不是要占你的东西，姐姐只是借。凭什么？殿下，婉婉的嫁妆是妾身的大姐临终前亲手安排，桩桩件件都有清单在册，这是我沈家的家事。家事？沈婉婉如此不知好歹，那姑也没必要再同你商量，姑自会下旨。稍后姑会让太子詹事亲自来国公府，命镇国公府上下必须善待未来的太子妃，好好为嫣儿备嫁。至于那份嫁妆，你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婉婉，那沈玉嫣如今拿太子来压咱们，口口声声说你要入东宫做侧妃，你老实告诉娘，你当真要当那太子侧妃？母亲放心，婉婉绝不会嫁给太子，连那万人之上的太子妃之位我都不屑一顾，何况是一个受尽屈辱的侧妃。可是方才詹事才传了太子的口语，若咱们不从，今日在围场，皇后娘娘便想亲口封我为侧妃，我当场就回绝了她。但我看皇后的神色，她是断断不会死心的。婉婉说的对，皇后和太子哪里是看中了你的人，他们看中的是咱们镇国公府手里的兵权。夺嫡之争就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深渊，镇国公府绝不能卷进去。若想把你从这火坑里摘出来，圣旨下来之前，咱们必须快刀斩乱麻。老爷的意思是？将婉婉另许人家，趁着宫里的圣旨还没盖印下发，只要你定亲的消息传出去，便是皇家也强抢不得。至于沈玉嫣，既然她费尽心机想要嫁入东宫，那便由得她去。等她真抬进了那东宫大门，我们国公府自有说法，叫她知道什么叫竹篮打水一场空。沈玉嫣，我倒要看看离了这国公府，你这太子妃能坐稳几天。婉婉，看着这场面，心里怕是不好受吧？好了，姑答应，等3月后，姑便会亲自求父皇下一道圣旨，正式封你为太子侧妃。只要你往后乖乖听姑的话，收起那副嫡女的傲气，到时候姑也给你一个同样风光的婚礼，绝不让你在嫣儿面前抬不起头。怎么才48台？国公府不是富可敌国吗？听说沈家嫡女的嫁妆可是预备了100余台的，这沈玉嫣到底是个庶出的。国公爷，镇国公府这是要明摆着打姑的脸吗？姑的太子妃，在这满京城的眼皮子底下出嫁，竟然只有区区48台陪嫁，岂有此理，简直荒唐！太子殿下恕罪，老臣之所以只准备了48台嫁妆，是因为沈玉嫣并非老臣的亲生女儿。如今她出嫁，老臣为她准备这48台嫁妆，自认已是对得起良心，对她不薄了。沈玉嫣，父亲念在同袍战死的血脉份上，隐瞒你的身世，本想给你一份体面的嫁妆，寻个安稳人家，报了那份姨父子的恩情。既然你想求这东宫的富贵，那就得先把沈家这层皮扒下来。胡说，这不可能！爹爹，你为了给沈婉婉出气，竟然编出这种谎话来羞辱我吗？就因为我射中了白狐，就因为我抢了沈婉婉梦寐以求的太子妃之位，所以您就偏心的连亲生女儿都不认了吗？父亲、母亲，你们当着全京城达官显贵的面说出这种荒唐话，就不怕满京城的人都瞧不起镇国公府？不怕大家嘲讽你们待嫡庶不忠，为了捧高嫡女，不惜逼死庶女吗？哎呀，啧啧，这镇国公夫妇平日里看着乐善好施，可这心肠啊，真是比铁还硬。虽然沈玉嫣是姨娘生的，这嫡庶有别咱们都懂，可今天毕竟是她的大婚之日，何必如此薄待？谁说不是呢？就算庶女不如嫡女金贵，可这好歹是嫁进东宫做太子妃，那是替国公府争面子的时候。如今闹得这般寒酸，简直是一点活路和脸面都不给留啊！国公爷，你闹这一出到底是何意？你这是在打姑的脸吗？
太子殿下误会了，老夫今日之举，实则是心中深感欣慰，并无半分怠慢之意。如今老夫亲手将同袍之女养大成人，总算是不负当年那份生死之意。在她出嫁之际，老夫认为总该让她在临行前祭拜一番她的亲生父亲，好让她明明白白地知道自己的身世。虽然她的生父只是边关的一名无名小卒，但他也是为了护卫疆土、为国捐躯的烈士。这样顶天立地的汉子，是值得所有人尊敬之人。哼，国公爷，这种临阵脱逃的说辞，你以为姑会信？若太子不信老夫说的话，在场有不少同袍，他们是当年与我一起上过沙场的，可以作证。国公爷所言句句属实，末将当年亲眼所见，太子妃的生父为掩护大军撤退，死得壮烈。我们这帮老兄弟均可作证。只不过当初太子妃尚在娘胞，不忍她自幼知晓身份受苦，才一直视如己出。如今她长大人义，也确实该让她归宗认宗了。原来是这样，这哪是薄待，这分明是天大的恩情啊！瞒了10几年，还给了一副体面嫁妆，国公爷真是古道热肠。是啊。若不把话说明白，只怕日后大家还会编排我们镇国公府是看他当了太子妃才上赶着攀龙附凤之流。如今太子妃出嫁，便是全了这段同袍之情。从此以后，他与我们镇国公府再无半点干系。太子妃，祝你和太子鸾凤和鸣，白头到老。国公爷高义，为了同旁遗孤瞒了10几年名声，当真是至情至义之人。殿下，如今老夫总算不负老战友临终所托，将这孩子养大成人。今日我便正式将他交到太子手上，从今往后，他便不再是我沈家女，而是太子的人了。这下乐子大了，太子费尽心思，到头来竟娶了个无名小卒的女儿，没了国公府撑腰，这太子妃以后在宫里，怕是连个端茶的宫女都使唤不动。氏族之女，孤大婚迎娶的正妃，竟然只是个氏族之女！殿下。老身方才说的极明白，从此后沈玉烟与沈家再无瓜葛了。沈王王，你也知道此事，你为何不告诉姑？你若告诉姑，何至于闹到这步地步？殿下这么生气做什么？我知道此事，可长姐无论是嫡女还是庶女，又或者是谁的亲生女儿，这满京城谁不知道太子殿下对长姐是一片痴心？太子喜欢的是长姐这个人，又不是她的身世背景。难道身世变了，殿下的那份深情厚谊也跟着变了吗？沈王王，你少在这里牙尖嘴利！国公爷，姑和母后早已商议妥当。今日虽然嫣儿入了东宫，但姑心里最看重的还是婉婉。姑要娶婉婉为侧妃，虽然名分是侧，但姑与婉婉青梅竹马，姑绝不会委屈了她。3日后，姑会以正妃之礼，风风光光娶她入东宫。3日后便会有正式圣旨下到国公府。到时候，还请镇国公早做准备，不要再出什么意外。你们尽管放心，婉婉入了东宫，姑必不会辜负她。只要你听话，等姑坐稳了那个位置，日后让你坐上东都主位，也未尝不可。太子殿下请慎言，婉婉自始至终从未答应过要做你的侧妃，更从未给过殿下任何承诺。沈婉婉，你给姑听清楚，这是圣旨，难不成你要拉着整个镇国公府抗旨不均吗？抗旨？抗旨可是要灭九族的，这沈二小姐疯了吗？太子这是逼宫啊！谁不知道沈家嫡女的性子最是高傲？殿下真是抱歉，婉婉早已定下婚约，这圣旨怕是下错地方了。你何来的婚约？为了不嫁入东宫，你竟然在这种场合信口雌黄！婉婉，你什么时候也学会这种自毁清誉的撒谎手段？姑怎么从未听说？这京城里有谁家敢跟姑抢人？太子殿下是想强抢臣妻吗？若这事传到了宫外，传到了父皇耳中，怕是对殿下苦心经营的贤王之名大有妨碍吧。是萧将军，他今日不是刚回朝面圣吗？还望国公爷见谅，末将刚去深山亲自列了一双大雁，一看吉时将至，唯恐误了下聘的良辰，连这身行头都未来得及更换，便先赶了过来。我的天，这聘礼这得有上百台吧？你们瞧，萧将军的下聘队伍跟太子的迎亲队都挤成一堆了。
太子殿下莫要见怪，想来您也知道，今日是百年难遇的大吉之日，所以臣今日特地备了薄礼，赶着来与婉婉交换更帖，签订婚书。没想到竟和殿下的迎亲队撞在了一起，真是凑巧得很。萧林舟，你少在这装疯卖傻！你一个常年驻守边关的糙汉，何时认识的婉婉？为何早不娶晚不娶，偏偏在姑要纳她的时候突然求娶？国公爷，这该不会是你和萧将军故意商量好了，合伙来戏弄姑的吧？殿下，您这话可就伤了臣的心了。上京谁人不知沈大小姐是京中明珠？实不相瞒，我母亲早在几年前就相中这个儿媳妇了，这几日天天在家里催，末将也是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说服了未来的岳母大人，求得他老人家点头，答应将婉婉下嫁给我这粗人。太子殿下也知婉婉千好万好，可这一家有女百家求，既然您先前错过了她，总不能霸道的不让臣娶吧？我们两家定亲的信物都已换了，亲事也定了，今日不过是走个过场，1个月后便是我与婉婉的婚期。原来你死活不愿意进东宫，就是为了他，为了这个常年待在边关的粗妇，你宁可抗旨也要嫁给他。沈王王，你给姑说清楚，你是不是早就私下与他有了勾搭？姑与你青梅竹马10几年，你明明喜欢的人是姑，还是说你仅仅是因为不甘心做侧妃，所以才故意用这种下贱法子和姑赌气？你就这么想当正妃，想疯了吗？太子殿下，还请您自重，臣与沈小姐之间清清白白，向来是发乎情，止乎礼。哼，我两家定亲，遵的是父母之命，行的是媒妁之言，婚书更帖皆已交换。臣倒想问问殿下，这私情2字，难不成在殿下眼里，只要沈小姐不愿入东宫侍奉，就活该被您这样红口白牙的毁了清誉，坏了名声吗？姑，殿下请息怒，请以大局为重啊！殿下，吉时快到了，要赶紧迎了太子妃回东宫了。殿下，您今儿个是大婚，百官都在宫门口迎着呢。走，回宫。快，都给姑快点！磨磨蹭蹭的干什么？瞧瞧，这哪是娶太子妃，连盖头都顾不得盖。快看那嫁妆，啧，堂堂太子大婚，就这么几10口箱子，还没我隔壁王员外家人排场大。我处心积虑为太子筹谋了这么久，费尽多少心血，没想到最后他竟然给本宫娶回来一个什么也不是的女子。娘娘息怒，保重凤体呀！息怒？你叫本宫如何息怒？当初选妃时，本宫就明明白白的说过，庶女不许参选，绝不能坏了皇室规矩。偏偏太子那个糊涂鬼，非要坚持让沈玉丁参选，结果可好？竟然真让他中选了。原本选个高门贵女做太子妃，太子登基便能多一分助力。如今倒好，竹篮打水一场空，白白让沈玉嫣那个氏族之女得了这天大的便宜。本宫为了保底，哪怕是侧妃之位也要留给沈婉婉。可谁能想到，那个镇国公府居然在短短几天时间里，就为他选好了萧林舟这个夫婿。娘娘，这萧将军刚办事回诏下聘，这时间点对的也太准了。这哪里是定亲，这分明是防着本宫，防着皇室，要把沈婉婉藏起来呢。好一个镇国公府，面上忠肝义胆，背地里竟然敢和本宫作对。娘娘，沈婉婉指望不上了，可太子身边不能没有兵权撑着。如今还有谁能撑得住？满京城的贵女，谁还能比得过镇国公府？娘娘可还记得那日的群发宴？除了沈家那2位，还有一人也险些射中了白狐，只不过后来让那白狐惊马跑了，他只猎回了一只兔子。你是说，当时他射白狐那一箭身法极稳，几位贵女都亲眼瞧见了，那便是平西将军家的嫡女顾如生。平西将军顾大帅手中亦握有重兵，虽然不及镇国公，但也绝非等闲。娘娘，既然正妃之位被那个沈玉嫣占了，不如咱们选顾如山为侧妃。
如此，兵权这块短板不就补上了？好，还是你思虑周全，本宫这就去拟旨。太子妃娘娘，太子殿下有急事要与魔僚商议对策，今晚怕是回不来了。今晚可是大婚之夜，听说了吗？昨儿个东宫大婚，太子殿下竟然一夜没进新房，能不嫌弃吗？48台嫁妆抬进去，满京城都在笑话呢，何况那身世，一个世俗的种。太子妃独守空房，这不明摆着太子爷对这门婚事压根就不满意吗？怎么哭成这样？哭看着心都要碎了。殿下，您为何让嫣儿独守空房？外头的奴才都在看嫣儿的笑话。姑也是身不由己，昨夜江南急报，疫病横行，父皇震怒，姑身为大清储君，只能连夜召集幕僚商讨对策，一忙就到了现在。嫣儿，你要明白，你是姑的妻子，是这东宫的女主人，你当永远站在姑身后支持姑，遇事沉稳，不卑不亢，这样才是一个正妃该有的气度。给母后请安。你们瞧瞧，本宫这御花园的花开得再好，也比不上你们这2朵娇花讨喜。太子妃，如今你已是东尼主位，也该操心一下为太子选侧妃一事了。本宫已吩咐了下去，7日后在宫中举办簪花宴，便邀名门贵女入宫赏玩。这簪花宴由你全权操办，你要务必为太子选得他心悦之人，记住了。这是你身为正妃的责任，到时候你们2个也一起进宫来玩。这几日御花园的花都开了，争奇斗艳的，正是最漂亮的时候。可是母后，臣妾才入东宫第1日，按宫里以往的规矩，太子妃入宫3月之内是不许纳妾侧室进门的呀。我的太子妃娘，您说的那些规矩，那可是给名正言顺的高门贵女定的。按历朝各代的规矩，哪位太子妃不是出身显赫？须得是嫡女的身份才能承袭这份体面。如今你一个庶女，哦，瞧我这记性，差点忘了，你现在连庶女都不是，只是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民间女子。就凭你这来历不明的身世，做了太子妃，难不成还妄想独宠东宫？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知道吗？这太子的长子必须出自名门嫡女的肚子。殿下，您告诉我，刚才柳玉儿说的那些可是真的？您的长子汤真一定要由那些身份尊贵的高门嫡女所生吗？嫣儿，在这深宫里，生不生下长子其实一点都不重要。你要记住，姑的心里只有你一个，这便足矣。况且，你不知道女人生了孩子之后，身材会走样，会变形，整个人都不漂亮了。你是最要漂亮的，姑不忍心看你受那份苦。这孩子让别人生，生下来也一样要尊称你一声嫡母，一样叫你母亲，这不好吗？长子不从我肚子里出来，我这个太子妃还有什么指望？你听说了吗？东宫内卫才成亲不过几日，宫里竟然就要张罗着选侧妃了。能不选吗？娶了个来历不明的孤女做正妃，皇后娘娘能咽得下这口气？外面都传开了，说是这侧妃的人选非得是家世显赫的嫡女才行。毕竟是太子侧妃，日后若是入了东宫，哪怕是侧室，也比在外面高强100倍。好妹妹，你就算贵为镇国公嫡女，如今见了我，照样得跪下行礼。沈家用区48台牙妆羞辱我的时候，可曾想过今日？我现在是太子妃，是未来的皇后，你这辈子都只能跪伏在我的脚下。众位姐妹都在，本宫瞧着这满园春色，倒是想起妹妹向来眼光独到，不如就由你代劳，去那花园深处为本宫摘几朵上好的娇花回来簪发，如何？是，谨遵太子妃娘娘旨。好了，太子妃也是爱花心琴，倒是让大家见笑了。小姐们在此坐着也是气闷。你们瞧，这御花园的春景正盛，
花儿开得这般娇艳，本宫看着甚是喜欢。不如大家都去园子里走走，各自摘些喜欢的回来簪花，也添几分雅致。你们都退下吧，本宫想一个人走走。你瞧见方才太子妃那副小人得志的模样了吗？拿着鸡毛当令箭，竟敢在萧老夫人面前摆谱，虚张声势罢了。我可听说了，东宫的殿下亲口许下的规矩，必须得由高门嫡女所生。她沈玉嫣怕是这辈子也别想诞下子嗣。真的假的？那她岂不是空壳子一个？你懂什么？侧妃之位马上就要定了，只要谁能先一步生下这嫡长子，这正妃的位子谁做不得？就是嫡女出身的侧妃，也比她这个孤女金贵。到时候最后登上后位的，指不定是谁呢。殿下，您刚才都听到了吗？在这宫里，竟连几个小小的贵女都敢如此编排臣妾，您便这样眼睁睁看着他们联手欺负嫣儿吗？殿下，当初求娶嫣监时，您在国公府是怎么说的？你说过，你心中只喜欢嫣儿一人。你说不管我是什么身份，不管我是嫡是庶，甚至不管我到底是谁，你都只爱我一个人的。可是如今呢？我不过才嫁进东宫短短几日，什么都变了。那些贵女在背后是怎么笑话我的？他们说我是个名不正言不顺的冒牌货，难道出身名门就真的那么重要吗？竟能中过殿下这么多年对嫣儿的疼爱了吗？说长子真的只能让别人生，那嫣儿在这东宫还有何尊严可言？嫣儿，姑怎么会不知道你的委屈？姑说过，你不管是什么位分，你在我心中是旁人比不得的。至于那些流言，姑自会处理。你要记住，有没有孩子都不重要。嫣儿，姑是这东宫的储君，可储君也有储君的难处，有些事情姑也是身不由己，你一定会体谅姑的，是不是？姑向你保证，等来日姑大权在握，嫣儿，你一定是姑唯一的皇后。这天下，旁人谁也取代不得。太子如若真娶了我，我父亲必定全力支持他坐稳江山。父亲定会扶他坐稳太子之位后，那个梦中的毒杀惨剧8成也要发生了。我亲手把你推向你的白月光，这锦绣权势与你的白月光，到底哪一个更重要？娶了一个背后空无一物、什么也不是的沈玉嫣，我倒要看看你要如何坐稳太子之位。亲贵娶亲，看的是家世背景，真心一文不值。真羡慕顾如深和柳玉儿，这一入宫便是侧妃位分，何止啊！太子殿下今儿个还选了好几位良娣和凤仪，这下东宫的后宅可真是堆满了人，热闹的紧。婉婉，今日这场宴会你也全程看着。事到如今，你难道真的一点都不后悔吗？只要你现在肯回心转意，姑即便被父皇责罚，也会去求母后封你为侧妃。这东宫最显赫的位子，姑始终是想留给你的。殿下言重了，臣女今日不过是陪着母亲进宫散心，这簪花宴如此热闹，臣女也只是凑个趣儿。如今殿下连选多位佳丽，臣女还没来得及恭喜殿下抱得美人归，贺东宫百花齐放呢。姑不明白，明明当初我们的婚事是水到渠成，为何你宁可自降身在去当萧灵州那种粗人的妻子，也不愿入姑的东宫？沈婉婉，难道殿里竟然像那些爱慕权势的俗气女子一样，仅仅因为一个名分，你就怀恨在心，宁可赌气嫁给别人，也不愿屈尊为姑的妾室？太子选妃，选中了谁，那是上天注定的天意，臣女岂敢有什么微词？只是殿下，臣女心中一直有个疑问，在那选妃宴上，那只定乾坤的白狐，当真是沈玉嫣亲手猎得的吗？殿下，您平日里见多识广，难道就没想过，我那位曾经的长姐，什么时候剑术居然这么好了？还是说，在殿下眼里，只要是长姐做的，哪怕是神迹也是理所应当？殿下可真是唯爱长姐啊！快着点，顾侧妃那儿正等着新裁的衣料呢，要是晚了，怕是又要跟柳侧妃在那儿闹腾开了。这1个月，咱们东宫哪天消停过？侧妃们斗法，良娣们争宠，这后宅都快翻了天了。
够了，你是东宫正妃，大度些才是你的本分。若连这点小事都处置不好，姑要你这太子妃有何用？饶命！殿下饶命！我说我全都招了！饶命！殿下饶命！我说我全都招了！在群发宴那天，是沈大小姐，哦不是太子妃给了小的100两银子，让小的偷偷跟着入林，只要看见白狐，就让小的拿他的剑代为射杀。那只刻着沈字的剑，便是小的为他射的。100两银子，你真当姑是傻子吗？区100两银子，就值得你做这种欺君罔上、抄家灭族的死罪！啊！饶命！殿下饶命！小的是镇国公府出来的，小的原在那儿当差，因为贪酒误了事，被国公爷撵了出来。小的一直爱慕大小姐，在那府里时便认识。大小姐许诺过，只要小的帮她猎到那白狐，她成了太子妃，定会想法子把小的调进东宫。到那时，小的一辈子守着她，便能日日相见了。欺君，竟然是欺君！殿下，不是这样的，臣妾没有骗你，是这侍卫在胡说八道，他疯了，臣妾与他清清白白，毫无干系。姑什么都还没问，你便忙不迭说与他无关。沈玉烟，你怎么知道姑要问你与他的干系？沈玉烟，姑真是瞎了眼，那只白狐本该是婉婉猎中的，是你用这种下三滥的诡计抢了先，是你这女人害得姑能封婉婉为正妃，害得姑在朝堂上得不到镇国公的一丁点帮力。你知不知道姑现在有多被动？殿下，燕儿这都是为了您啊！燕儿只是想长长久久的跟殿下厮守在一起，您忘了吗？您亲口说过的，在您心里，太子妃的人选一直都只有燕儿一个。燕儿这都是因为太爱您了，我只是为了能做太子妃，为了能永远跟在殿下身边，才用了那一点点手段。这种小事，她无伤大雅，也没有害过任何人啊！殿下，您就念在燕儿一片初心的份上，饶了臣妾吧。无伤大雅！你知不知道，如今姑在朝中走得多艰难，举步维艰，皆是因为你。姑当初真是瞎了眼，以为你单纯可怜，才百般维护你。没想到你这女人从头到尾都在利用姑。你为了上位，竟然连选太子妃这种大事都敢动用诡计。来人，将太子妃拖下去，即日起禁足内演，无辜的口谕生生世世不得踏出房门半步。殿下，您不能这么对我，我是您的太子妃啊！如今姑已经彻底失去了镇国公的支持。殿下，由于沈大小姐嫁给了乔军师里，已连成一线，在朝中武将里，咱们如今仅剩下平西军顾家一个扶持了。他手里那点兵权，比起镇国公和萧灵州的10万铁骑，简直是不值一提。你瞧瞧这阵仗，全城的权贵几乎都到齐了。那可不，一个是镇国公嫡女，一个是手握重兵的骠骑将军，连皇上都连下3道赏赐呢。圣旨到，镇国公之女沈氏贤良淑德，特赐2品诰命。臣接旨，谢主隆恩。1个月了，萧灵州和沈家连面子情都不肯给姑做了吗？殿下，镇国公和萧将军在朝中公然与咱们不对付，不论咱们提出什么战略，他们一律推诿，这支持怕是彻底断了。老五和老七最近动作频频，朝中权臣都在往他们那边靠。姑若再不拉拢些人，这储君之位还坐得稳吗？殿下，您私下吏部尚书送礼的事，似乎引起了皇上的不满。御书房那边传话，让您闭门思过。什么？沈玉烟那个孤女被关了，这东宫的中位如今归了我，太子妃的位子她站着也是虚设。娘娘，侧妃顾如深那儿还有那几个新进府的侍妾，可都憋着劲儿想生个长子翻身呢。凭他们也配？我是皇后的亲侄女，这长子只能由我来生。娘娘放心，奴婢已经悄悄在他们每日的补汤里下了大剂量的避子药。那就好，我要让他们这辈子都结不了果。这东宫只能是我柳玉儿说了算。这补汤里被人下了大剂量的红花和碧紫草，药性太烈。娘娘，你已经有了
了1个月的身孕啊，您自己都还不知道。微臣无能，侧妃娘娘已经见了红，孩子终究是没保住。柳玉儿，慕容生，你疯了！你敢带人闯我的院子打杂？打杂？我还要你的命！放开我！你不能动我！你不能要！你动我就是动柳家的脸面！看看，柳家闹着要顾家偿命，顾家闹着要你休妻。顾如深说你宠爱柳玉儿，纵容她谋害皇嗣。东宫现在乱成了一团，连内宅之事你都处理不好，后院失火尚且救不了，你告诉朕，日后你如何治理天下？夫君、父亲，这是我这些日子暗中收集的证据。这是太子在江南赈灾时贪墨的账目，他竟敢动百姓的活命钱。不仅如此，这上面还有柳家人借着太子的名头，在江南圈地，逼害良民，致死数十人的血书。如今铁证如山，咱们镇国公府绝不能坐视不理。皇上，太子身为储君，却在江南赈灾期间贪墨巨款，纵容母族柳氏圈地害命，罪不容诛。混账子！朕将江山托付于他，他竟如此践踏大清子民！传朕旨意，禁卫军即刻出动，将太子关押东宫，严加看守。无朕巡旨，任何人不得出入。末将领旨。放我出去！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太子晏贪墨受贿，祸害良民，罪恶滔天。即日起，匹夺太子封号，贬为庶民，流放永州，无诏永世不得回京。东宫所有女眷全部随废太子一同流放。林州，你这次班师回朝，战功实在显赫，满朝文武都在看你的风向，势必收敛，以免惹来圣上猜忌。国公爷放心，末将心里有数。名位于我如浮云，我今日觐见，便是要把这天大的功劳换个人领。臣萧灵州恳请皇上收回对臣的厚赏，将此番战功转赐于臣妻沈氏。哦，转赐沈婉婉。内子操劳家务，对臣不离不弃，臣愿以军功为内子求一个一品诰命。哈哈哈哈哈！好，封一个妇人，总比册封你这个大将军容易得多。张生宝，你旨。遵旨。婉婉，若当初我没听信谗言，若我娶的是她，婉婉，别看了，那些肮脏的东西不值得露出你妃身。我只是觉得世事弄人。灵州，以前我拼了命想抓住那个太子妃之位，以为那是唯一的归宿。可当我真正避开他的时候，那个位置竟然成了所有人命运的拐点。那不是你的错，是他们贪念太重，野心太大，德行却配不上那个位置，才落得今日这般下场。哎呦，沈夫人、萧将军，二位可算来了，快请。陛下刚才还在殿内念叨呢。沈夫人、萧将军，陛下已在殿内等候多时了。内侍，宣旨吧。命沈婉婉为一品诰命官。谢陛下隆恩。沈氏婉婉不愧是镇国公一手教出来的女儿，知书达理，深明大义。萧灵州，能娶到婉婉这样的女子，是你这小子的福气啊！陛下谬赞了，臣妇愧不敢当。将军、夫人，镇国公府刚才派了心腹过来，说国公爷和夫人请二位即刻回府一趟。父亲母亲性子最是沉稳，若非天塌下来的大事，绝不会在这个节骨眼上急召我们。上车，回国公府。婉婉，
出大事了！母亲，到底出什么事了？押送废太子去永州的队伍，在离京300里的黑松林遇袭了，押送的衙役和禁军死伤大半，废太子不见了。赵燕这人我最了解，他虽然阴狠毒辣，却最是惜命，也最重那点皇家的脸面。劫囚这种自断退路的大逆不道之罪，若没人给他撑腰，借他100个胆子他也不敢。婉婉的意思是，他背后有人指使。能在这种时候不顾一切，甚至敢动用宫中暗卫救他的，除了长信宫那位，还能有谁？皇后。只有皇后才会为了他那个唯一的儿子拼死一搏，也只有他能调动那些藏在暗处的死士，在黑松林做出这种事。岳父，此事非同小可。赵燕被劫，一旦消息在京城彻底传开，必然朝野震动，民心不稳。我们必须立刻将此事如实禀报陛下，同时封锁京城所有出口，全城搜捕。不错，林州，你我分头行动。我现在就进宫面圣，把皇后的底给掀了。父亲，你立刻去调你麾下的禁军，即刻封锁京城9门，一只苍蝇也不准放出去，严查所有进出城的车马人员。末将领命。婉婉，从现在起，你留在府里，哪里也不要去。府里的护卫我会再加1倍人马，绝不能出任何差错。父亲放心，女儿省的。此时此刻，我绝不给你们添乱。赵燕，你这丧家之犬既然敢跑，就一定是回来报复的。这都第3天了，全城封得连只苍蝇都飞不出去，可那废太子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谁说不是呢？将军和国公爷把京城翻了个底朝天，竟然连个影子都没捞得，真是邪门了。将军夫人，平西将军府的顾小姐求见，说是有要事，非见夫人不可。顾如生，她不是因为受了柳玉儿的害导致小产，又被平西将军拼死从东宫罪劫里保出来的吗？如今不在府里养身体，怎么会突然来这儿？他毕竟在东宫待过一阵子，既然来了，便见见吧。他刚从那狼窝里出来，或许知道些我们不知道的死角。请顾小姐去花厅，好生伺候。是。沈夫人，顾小姐大病未愈，不必多礼，快请坐。沈夫人，我今日避开众人眼目登门，是想告诉你一件事，关于废太子赵燕，还有长信宫那位。沈夫人，劫囚的事儿是皇后一手安排的。太子被废后，皇后暗中联系了以前东宫所有的死忠暗卫，甚至拿出了她私藏多年的全部死充了押送队伍里的人。她等那场黑松林的伏击等了许久，才把赵燕救了出来。那人现在何处？全城9门封锁，他绝不可能出城。皇后把赵燕藏在了长信宫的密室里，那密室是先皇在世时特意为皇后建的，入口隐秘的很，除了皇后和她身边那个最贴身的嬷嬷，这宫里没几个人知道那地方的存在。长信宫果然是在咱们眼皮子底。沈夫人，你没事吧？多谢顾小姐今日冒死来告诉我这些，大恩不言谢。往后若有需要沈家或萧家的地方，顾小姐尽管开口。沈夫人不必谢我，我今日来不是为了帮你，更不是为了沈家，我是为了我自己，还有我顾如生被毁掉的一辈子，他们欠我的，我要一点一点全部都讨回来。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也该走了。沈夫人，赵燕如今是个疯子，你一定要小心。婉婉，这么急叫我回来，是不是顾如尘那边有什么消息？林州出大事了。这个赵燕竟然真的藏在长信宫，简直是死性不改。婉婉，你放心，只要有我萧凌瑶在，我绝不会让他伤你分毫。这京城9门封得死死的，他蹦跶不了几天。现在我们已经知道了他的计划，就有了应对的办法。只是咱们终究没有真凭实据，若是贸然搜宫，恐怕会落个欺君之罪。咱们总不能眼睁睁看着，一直等到中秋宫宴他真的动手了，再去抓他吧。不，你说的对，不能等。既然他想在中秋宫宴动手，那咱们便给他设一个天大的局，请君入瓮。逆子，逆子，竟敢在太后和朕眼皮子底下藏匿！传朕密旨，林州，此事由你全权负责，切记不要打草惊蛇。朕要你在中秋宫宴上将赵燕及其残存党子一网打尽。臣遵旨，定不负陛下所托。夫人，刑部大牢那边来了个送信的，说是受人所托。送信的人说这是沈玉烟拼死写给夫人的，还说夫人只要看了这封信，就一定会去见他一面。沈玉烟，夫人，这字迹瞧着乱七八糟的。那沈侧妃在刑部大牢怕是过得可惨了。听说当初她在黑松林被丢下，还是被押送官兵给拖回来的。她这是在求我，知道错了，求饶。有赵燕的计划和皇后的罪证，自作自受，落得这般下场，才想起求我。夫人，您别信他的鬼话，他坏主意多着呢。坏主意虽多，但他既然提到了皇后和赵燕的罪证，那去见他一面也未尝不可。
林州，你看这个。不行，赵燕虽然逃了，但她的党羽残部定然还藏在暗处盯着刑部大牢。你现在去，简直是把自己往虎口里送。我不能让你去冒这个险。林州，我知道你担心我，但沈玉烟那种人，为了活命什么都能豁得出来。他跟在赵燕身边那么久，一定掌握着咱们不知道的秘密。他手里的证据，说不定能直接定了赵燕和皇后的死罪。难道咱们要错过这个彻底拔掉毒书的机会吗？好，我陪你去。但是你必须答应我，进牢房后一定要寸步不离地待在我身边，不许离开我的视线半步，听清楚了吗？好，我都听你的。将军、夫人，沈氏就关在最里面那间，那地方潮气重，您二位当心脚下。妹妹，婉婉妹妹，你终于来看我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受不了了，这儿有老鼠，婉婉求你救救我，我真的后悔了。沈玉烟，别在本宫面前演戏，你大费周章送那封信，想必不是为了说这些自欺欺人的下话。信里说你手握赵燕和皇后的铁证，东西在哪儿？拿出来。妹妹，只要你能想办法放我出去，不，只要你能救我离开这间牢房，我把我知道的全都告诉你。沈玉烟，你没资格谈条件，先把你知道的一五一十吐出来。若证据属实，本将自会替你向陛下求情；若你敢耍半点花招，这辈子你就烂在这大牢里喂老鼠吧。我说，我全说，只要别让我死在这儿，我什么都说。赵燕她根本没跑远，她就藏在皇后的长信宫里，寝殿的床底下，掀开那块雕着玉兰花的床板，下面有个暗门。长信宫的密室，这些我们早就知道了。沈玉烟，看来你的命也就值这点废话。不，那些不重要，我有更要命的东西。我知道他和皇后当年的勾当，为了除掉那些有可能争位的皇子，他们做的那些见不得人的安葬的脏事，我手里都有铁证。皇嗣之死，沈玉烟，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只要我能活着出去，那些书信还有药方，我全都给你们。证据在哪里？东宫，就在东宫寝殿。当初我刚嫁过去的时候，怕他翻脸无情，特意在梳妆台下面挖了个暗格，就在那面掐丝珐琅转制连纹的镜子下面，东西就在那儿，你们去拿啊！只要拿到它，皇后和赵燕这辈子都翻不了身，我没有骗你们，真的。沈玉烟，都到了这个时候，你还想骗我？妹妹，我没有骗你，我说的每一个字都是真的，那暗格只有我知道。够了，沈玉烟，东宫早就被禁军翻了个底掏，里里外外搜了无数次。若是真有你说的那些铁证，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被禁军发现？你找我来根本不是想给我什么罪证，是想借着见我的机会，让赵燕潜伏在外的余孽动手，把我劫走做人质，以此威胁我父亲和萧将军，对不对？保护夫人，结阵！将军，来袭的12名刺客已经全部拿下，无一漏网，已经审过了。这些死士都是以前东宫的暗卫，是奉了废太子赵燕的死命令潜伏多日，就为了今日劫持夫人。沈玉烟，原本你还能苟活几日，可现在你还有什么话好说？沈婉婉，我到底哪里不如你？论容貌，论才情，我哪一点输给你了？就因为我不是镇国公的亲生女儿吗？就因为我那个卑贱的淑女名头吗？凭什么所有的好事都是你的，我就要烂在这里？沈玉烟，你从来都不是输在出身上，你输在永远都把自己的不幸怪罪在别人身上。当初父亲想为你寻个安稳人家，是你贪图富贵，是你自己选了那条不归路。你落得今日这个下场，全是你自己咎由自取，怨不得任何人。别让他死了，他还有用。将军，长信宫那边戒备森严，咱们的人进不去。不急，经此一事，赵燕已经急了。过几日已是中秋宫宴，是他最后的机会，他一定会孤注一掷，拼个鱼死网破，而我们只需要等着他自投罗网。皇后，今日这酒味道醇厚，你也多饮几杯。母后说的是，这酒确实是难得的佳酿。今日中秋佳节，君臣同乐，诸位爱卿不必拘束，开怀畅饮，共赏此良辰美景。陛下万岁万岁万万岁！婉婉，有我在，别怕。刘全，你手里的这壶酒，孤闻这味道，倒是比寻常的要香上许多。不如你先替朕尝尝。这酒里有毒，见血封喉的剧毒，竟然有人敢在宫宴下毒！陛下饶命！陛下饶命啊！奴才也是被逼的，是废太子赵燕，是他逼奴才干的。他说不从就要杀奴才全家呀！赵燕，你这个逆子，
事到如今，你还不出来吗？父皇，是你先对我不仁，这江山本就该是我的，今日我就要亲手拿回属于我的东西。逆子，朕待你不薄，立你为储，悉心教导你治国之道，可你却贪赃枉法，草菅人命。如今你更是敢丧心病狂的谋逆弑君，朕真是瞎了眼，才会立你为储。父皇，事到如今，你竟然还有脸来责怪儿臣？当初若不是母后在背后步步为营的帮我赵燕怎么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劫囚是母后亲手安排的，下毒是母后点头默许的，甚至儿臣手里这些能杀进宫来的旧部暗卫，也是母后帮我联系的。要怪你就去怪你身边这位母仪天下的好皇后去。我拼死救你，是想让你保住一条命，远走高飞。我什么时候让他谋逆了？难道不是吗？若不是你当初非要逼着姑去沈婉婉，姑怎么会和心爱的嫣儿分开？若不是你这个当娘的办事不力，让沈婉婉那个女人毁了姑的太子之位，姑怎么会落到今天这种求死不能的下场？都是你的错，全都是你的错！好啊！赵燕，我为你做了这么多，为了你，我不惜赌上这皇后的宝座去劫囚救你，可到头来，你居然为了推脱罪责，把所有的脏水都往我身上泼。赵燕，我真是白养了你这个儿子！陛下，臣妾知罪，臣妾一时糊涂，怜惜骨肉，才私藏逆子助他解友，臣妾万死难辞其咎。但谋逆弑君之事，臣妾当真毫不知情，全是赵燕这逆子一人所为。你竟然敢出卖姑！姑先杀了你这背信弃义之人！沈婉婉，姑不甘心，姑不甘心啊！若有来生，姑定要你求生不得，要你不得好死！你没有来生。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废太子赵燕谋逆弑君，丧心病狂，其罪大恶极，不容于天地。特赐毒酒一杯，于宗人府自尽。赵燕，该上路了。传陛下口谕，皇后柳氏私藏逆子，知情不报，祸乱宫仪。即日起废去皇后之位，打入冷宫。柳玉儿，你谋害皇嗣，罪无可赦。陛下仁慈，赐你白绫一条，自尽谢罪。审视预言，虽揭发逆贼有功，但罪责难逃。发配城郊静安安，终生礼佛，不得出安门半步。活该！那等狠毒心肠，就该一辈子对着青灯古佛赎罪。妄图害我性命的姐姐，还有那个虚伪至极的男人，终于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想什么？在想，这一切终于结束了。是啊，结束了，以后再也不会有人来打扰我们了。婉婉，往后余生，我都会陪着你，护着你，再也不会让你受半分委屈。好。恭喜将军，贺喜将军！夫人这是喜脉，已有2月余了。夫人您瞧，将军平时杀人不眨眼，这会儿竟傻在这儿了。萧大将军，平日里上阵杀敌的威风哪儿去了？怎么连话都不会说了？恭喜将军，是个小公子，瞧这小眉眼儿，英挺俊亮，真跟将军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皇上有赏，赐玉如意一对，南海珍珠10亨，金陵锦缎白匹，祝小公子平安喜乐。
婉婉，谢谢你。这次我总算没有错付。往后余生，山河万里，晚心渔舟，岁岁平安。